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宁愿记不起的意思是说，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事过境迁了就要把它记不起，也就是要把它忘掉了。前脚走，后脚就要放，一切向前看呐。那不要忘不了的意思是说，事情不管是好是坏，检讨过后呢，好的就继续发扬光大了，不好的继续改进。那检讨过后也是一样，继续往前走，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的啦。所以宁愿记不起跟不要忘不了，其实都是劝人要活在当下的意思。然而基本上记不起呢好过忘不了了，所以才说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因为无论是值得回味的喜事，或不堪回首的往事，只要是对他难以忘怀或耿耿于怀，这样就很难活在当下。记不起，顶多是遗忘而已嘛。而且人生没有什么事重要到必须让我们常记心中而永生难忘的，没有这种事啦。那忘不了就比较麻烦一点啦。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管是好事坏事或者大事小事不但铭记心中还常常去回忆并加深记忆这样就很容易跟现实生活脱节，而活在过去。一个人如果常常忘不了过去，不但常常回忆过去还计较过去，后悔过去陶醉过去或者是对未来的充满着想象跟担心基本上呢，这样子的人呢很难活在当下。其实这样的人呢，也不能叫做真正的活着，因为真正的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啦。有一句话说呢，人可以记忆，但不要回忆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不过这句话要好好解释一下，否则会造成误解因为正言上人常提醒大家要回眸来时路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念，也说莫忘初衷，不要忘记那个出发心那这样是不是在回忆呢？会不会跟你讲的不要回忆有冲突呢？这两个没有冲突，也没有矛盾现在我们来详细解释。记忆是指记取过去的教训，把它当作学习，好的对的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的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啦或者是说我们想到过去重要的事情时，马上就可以把它记起来并把它加深印象譬如去记忆师父所开示过的智慧法语啦，或古圣先贤的励志名言啦，或回首当年那一件事或那一个人希望把它记起来，想起来，把它旧法新知，温故知新以上所讲的这些都叫做记忆。那回忆呢，是指一直老想着过去，怀念着过去，执着着过去不管是陶醉在过去的如意事，或后悔在过去的伤心事，或计较自己跟别人的过去事，这些都叫做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这个就叫做回忆简单讲了，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可以拿来检讨跟改进，但不要拿来执着跟计较。所以回忆跟记忆也是有微妙的区别这个就跟我们以前读书会讲的慈悲跟柔软也是有微妙的距离道理是一样学佛的人常常讲慈悲，那志工里面的大多数佛教徒嘛都是有慈悲心的好人但不可讳言能属凡夫团体中习气尚存的好人那既然习气尚存，就代表还会有直言直语或生气动怒的习气存在嘛。也因此正言上人才说，
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呐。这句话我们曾经也提了好几次了哦。那这句近似语也是一针见血，在警惕我们呐。心好代表心地慈悲嘛，但心好不代表心地是柔软的哦。否则志工们心地都很好啊，也很慈悲啊，怎么还会有彼此摩擦起纷争呢？然而心地柔软的人呢，声色比较不会强硬啊，比较能以柔克刚啊，比较能息事宁人，止息纷争。这个就是软实力嘛。所以软实力的条件就是心地要能够柔软嘛，才叫做软实力嘛。对。那有的人呢，虽然能对别人或灾民拔苦与乐啊，但是对自己的法亲或自己的家人做不到。也因此正言上人才开始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不知道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啊？这句话呢，这句开示是针对很慈悲对外人却不慈悲对自己的人而说的啦。那其实我们做志工，虽然常常在拔苦与乐，给人快乐，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自己都是永远快乐的哦。因为当我们一旦通不过逆境的考验，就有短暂的不快乐、不开心。这个时候，如果堪忍的功夫修得不够，而忍不住，那情绪就会波动啊，那就很有可能会声色不柔和哦，口气不柔软了。然而，即使这样子的志工呢，外表看起来还是慈悲的人呐，所以才说慈悲的人不一定柔软，柔软的人很容易慈悲啊，道理在此啊。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回忆跟记忆有微妙的距离，顺便也提一下，慈悲跟柔软也是一样有微妙的距离啊。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啊。其实要学习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呢，就是要能够活在当下。因为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去胡思乱想。人不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不可能想现在。只有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没有人说想现在啊。因为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想现在，要怎么想啊？当下已经是活生生的体验了嘛，是现在进行式啊，所以现在是不必想的。所以《金刚经》有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啊。连现在这个心都不可得啊，因为当我们讲现在的时候，其实这个现在已经过了几秒了，过去了啊。刚刚我讲现在已经过去了，已经变成过去了啊，因为这个时间挡不住了。所以如果你是全然专注在现在当下这个时刻，专注在你目前所做的事情当中啊，你就不可能有多余的念头跟时间呢来胡思乱想了。会得忧郁症啊，简单讲就是想太多做太少，都在想没有在做，所以得忧郁症啊。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情，想这一件就不可能同时想另外一件除非是一件一件的想，第一件想完想第二件但是同时间要想两件事情就不可能了。那我们也不可能同时坐两张椅子啊，因为只有一个屁股啊，一个屁股不可能同时坐两张椅子嘛。同样的道理啊，把专注力转移到能够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面就好像说看书啦、逛街啦、运动啦、看电影啦、跳舞啦等等，让自己全然投入其中，忙着做这些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也会让我们记不起那些缠绕在我们心中的负面的想法。这个叫做转移注意力嘛，佛家叫做转念啊。一般人在遇到问题时候，常常会陷入苦思嘛，想怎么去破解它嘛，也会误以为呢可能我想久了就会想通哦。其实心中一直反复思考或记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或烦恼，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念已经投入其中了，
注意力已经投入在里面了，只会放大问题了，反而是越想越烦恼了，越想就越想不通了。那心都不能通，路怎么会通呢？所以才说嘛，心宽路就宽，心平路就平了，心通路就通了。如果心还是都不通心如果怎么想都不通，那也有一个方便法就是呢，常常去吃意大利通心粉一吃心就通了啦。开玩笑了啊！心中如果是充满负面的思维不是杂念就是恶念，那这一种思考模式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反刍思考。就好像那个动物牛羊它吃那个草它可以反刍，它的胃可以反刍的吃进去再吐出来再吃叫做反刍嘛，反刍思考。意思是说，心念上一直聚焦在自己的问题跟烦恼那就会一直纠结在这些问题跟烦恼，造成越想就越烦恼这样子的心理叫做反刍思考啦其实人是这样的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会想到一些郁闷不乐的事情，越想呢，心情就郁卒，愈想愈郁卒心情愈郁卒呢就会想到更多消极跟悲观的事情这就是恶性循环而让自己沉溺在负面的情绪当中你头脑怎么想都是负面的思维这样子的反刍机制一旦在我们心中启动了就很难停下来这种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维会占据我们整个大脑，影响我们对于其他事情的思考。你想的这些负面，你没有时间想那个正面的，所以这个会消耗我们的能量跟精力也会降低我们解决事情的能力。这个时候呢，会做出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就令人防不胜防了。忧郁症跟躁郁症就是这样。曾经有人请示证严上人上人您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也要为这些人处理许多疑难杂症，请问您如何掌握自己的情绪呢？上人就回答啦：当人与事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就像一面镜子，完全反映出来。当人与事离开的时候呢，这面镜子又恢复原来了，一片净空这句开示非常的好是大觉者活在当下的心境写照也就是船过水无痕的道理啦。那为什么这些高僧大德他们能够事来即应，应过即放呢？事情过去了不会在心中留下一点痕迹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功夫呢？因为他们了解到，要真入修行的话呢，就要净空自己因为净空自己才能找到真理。弘一大师有一句很经典的开示他说：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坷的坎只有放不下的自己。这句话是醍醐灌顶的警示真言放得下就是净空了，空掉了，那能净空自己就才能够找到真理相反的，心中充满自己的定知定见、我知我见这样一杯水满满的，法水怎么再加进去呢？已经过去的事情，无论是痛苦还是甜蜜，只要我们去回忆都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才说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嘛。那这个宁愿记不起的意思是，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或执着在过去嘛。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不是吗？对。那不要忘不了的意思是说，要把它忘掉了，跟我们身心灵无关的东西要把它忘记，但是跟身心灵有关的事情就要忘不了该记的就要牢牢记住，该忘的就要彻底记住这就是什么？清楚取舍什么该记的，什么该忘的，什么该提起，什么该放下这个要清楚去取舍那取舍也是一种智慧所以才说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清楚取舍那人的记忆力有限
所以要用有限的记忆力去记那些不能忘记的事情，更不要用很好的记忆力去记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啦。对身心灵没有帮助的东西就是没有营养。因此最好的记忆力不是什么都去记，而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这个就是清楚取舍的智慧啦。其实还有很多那种取舍的那个一念之间的啊，就好像说，什么事要提起，什么事要放下，什么事要牢记心头，什么事要放诸水流。要对号入座，还是对镜无心？要广结善缘呢，还是要到处攀缘呢？要了生脱死，还是醉生梦死？要欢天喜地，还是要哀天怨地？要风风雨雨，还是要春风化雨？要步步生莲，还是步步空虚？要痛快痛快，还是痛苦痛苦？等等，这些都是一念之间的取舍啦。同理啊，一件事情要该记的忘不了，还是要该记的记不起，或者要该忘的记不起，还是该忘的忘不了，这些在佛法上都叫做镜像取舍啦，也是一种取舍啦。好，记忆力好是好事一桩，但如果所记的都不是好事情啊，或把记得的好事来自我陶醉，变成我执，那这样就不好。那有些人呢，不但将不开心的事牢记心头啊，还一直在复制哦。刚刚讲嘛，心念投入其中了嘛，对，一直在复制它，越想越烦恼，就是这样子嘛。那本来是一个苦变成两个苦，本来是种一支痛苦的箭，后来继续种第二支、第三支，最后呢，万箭穿心啊，苦上加苦啊，变成苦不完，苦不了啊，这样就变成苦难的众生了啦。那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哦，但他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哦。他也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呐，可记可不记，可忘可不忘，有所为有所不为啊。看起来是无为，然而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啊。很奥妙啊，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境界啊。那无为而治不是不管事不做事哦，而是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哦。你看他在低调处理哦，但却积极在进行哦。这样听起来好像道理有点深啊，又低调处理，又积极进行啊。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懂了，就是鸭子划水啦。表面看起来是不动声色，在水面上啊，好像没有动啊，但是水面下是翻腾不已哦。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鸭子好像没有做什么，很低调，但是水面下却在积极进行啊，在划啊。那这样用鸭子划水来譬喻，大家一听就懂了。所以譬喻在佛法里面很重要。生活中难免会听到或碰到好的或坏的事情，就像有人会赞叹我们啦，也有人会批评我们啦。当听到好听的，我们也不必喜形于色，反而要自我反思，把赞叹当警惕啊。警惕什么？是否别人对我们的赞叹，那是别人对我们同情的鼓励啊，或只是一种应酬式的客套话呢？所以这种恭维的话，我们听听就好，不要把它当作别人对我们，把它当作别人对我们的祝福，感恩接受就好，但是不必沾沾自喜啊。好，当听到不好听的时候呢，就自我检讨，有没有人我们像别人讲的这样子呢？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但是不必一直放在心上哦，放久了、放多了，就变成垃圾一堆啊。会积垢难除啊，造成荒芜的土地长不出好的作物，纷乱的心田开不出智慧的花朵
安尼代志就大条咯，就很麻烦的啦。有人会说他的记忆力很不好这个就要看是什么事记不起来啊。记忆力不好就要问他是什么事记不起来。对坏事记不起也是好事一桩嘛。但是对身心灵有益的生活妙法或者生活智慧记不起来，这个就会有一点麻烦了。所以不能什么事都记不起来否则就变成失智失忆那这个就严重了那有人会说，他的记忆力很好，那这个就要看他是记些什么啦就是说对不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啦，这个就很不好。对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那这个就还好。其实遗忘就是记不起。传统看法我们都是这样认为了，遗忘是被动的过程它不利于学习跟记忆嘛，对不对？遗忘它不利于我们学习跟记忆，很容易忘记不是吗？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遗忘并不是被动遗忘对大脑也有许多积极的作用。遗忘也是记忆中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因为人类的感觉器官接收到的讯息非常的多嘛，看到听到的很多嘛，感受到的很多，而遗忘会让人只保留重要或相关的讯息，这样才能减轻大脑的压力不该记得就丢掉这样才不会积压太多有压力这个是遗忘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因此我们不能绝对的说遗忘就是不好的。那这样子的研究是颠覆我们一般人对遗忘的这个诠释一些研究也认为老年人之所以难以再学习新的知识，越老越很难学习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遗忘能力也下降遗忘的能力不好下降，也就是说老年人呢比较会忘不了啦。其实学习新事物的时候让自己适当的遗忘旧的东西，这样会有利于对新事物的学习这个就好像说我们要学习以宏观跟客观的角度去判断事情，就必须把旧有的先入为主跟心存定见的先把它舍弃掉也就是把它遗忘掉这样才有可能把新的东西灌进到我们的脑中跟心中所以不只是培养遗忘的能力还要启发放弃的力量遗忘很重要，放弃也很重要。这个道理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去无存精嘛，把不好的丢掉把好的精华留下来那这些研究的专家们也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遗忘可以减轻大脑的负担，降低脑细胞消耗的速度。研究报告也说大脑细胞呢是以每天10万个左右的速度在凋零在灭亡所以我们如果持续记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脑细胞死亡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增加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会大大增加我们大脑的负担。而遗忘呢能够显著减少这样子的消耗，只要你能够把脑中的事情忘掉，心中的事情忘掉就会让自己不再那么痛苦啦这样讲大家应该能够体会了，对不对？那忘掉不重要的部分，可以让事情的减少复杂度从而减轻记忆跟认知上的负担这就是佛法上讲的什么化繁为简，去妄归真科学跟我们佛学的道理道道相通实在是妙不可言其实呢电脑跟手机也是一样的道理电脑跟手机也是要常常去清除旧讯息或清除那些不重要的讯息否则会造成什么操作的速度缓慢嘛，必须删除不常用的文档，尤其是电脑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嘛。有在用电脑或者用手机的人应该都很清楚清除旧文档的重要嘛这个就像我们在清扫房子一样嘛道理是一样的那打扫我们心灵的殿堂也是一样有益心灵的牢记心中无益心灵的都放出水流
一样意思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我们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记住或留住啊，不懂得清除而储存太多，记得太多啊，这也会让我们大脑得不到休息哦，心肝乱昏昏啊。而后遗症就是什么？让大脑承受更多的压力，压力大到睡不着而失眠，不是吗？这个会受到更多的损害啊。所以说，遗忘是一种本能，它能让我们不至于被生活中琐琐碎碎所淹没。遗忘不仅能减少大脑的损耗，并减少我们的痛苦，也能让我们吸收更多新的东西呀。所以记忆力虽然很重要，但忘记的能力也是同等重要哦。有些人呢，记忆力非常好啊，什么东西都能够过目不忘，文章阅读过后呢，每篇都能倒背如流啊。以专家的观点来看呢，这个是好是坏很难讲啊。记忆力好，记忆力很好，虽然是好事一桩啦，但是如果好到什么事都忘不了，缺乏遗忘的能力，这样就很不好喽。因为最好的记忆力不是什么都记啊，而是刚刚讲的嘛，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清楚取舍嘛，刚刚讲嘛。这个该忘的记不起，就必须要有遗忘的能力才做得到，太有道理了。一个人如果过了中年啊，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忘记，什么事都记得一清二楚，那这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因为呢，不管是谁啦，都会有不愿再想起的回忆啊。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真的是如此吗？所以人是因为有遗忘的能力，才有办法生存哦。这句话很有道理。人在中年以后呢，免不了会担心记忆力减退啊。但事实上，记忆啊，不只将美好的过去留下印象哦，对令人难过、不开心的事情也不会放过哦，还是把它记住哦。有些事情搁在心里啊，日积月累啊，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呢，会让我们身心俱疲啊。所以练习遗忘的能力，才有机会迈向或召唤更美好的事物啦。能够忘掉不愉快的事、不开心的事，才能让自己身处幸福之中嘛。所谓遗忘，就是让自己从悲伤跟愤怒之中呢解脱出来啊，解放出来啊。所以严格说了哈，遗忘的能力其实也是解脱、解放跟觉悟的能力哦。而这样子的能力，能让我们放下烦恼、埋怨跟忧愁。这个是道道相通的道理啊。那要怎么锻炼这种遗忘的能力呢？最好的办法就是4个方便法了哈。第一个，让脑袋一直接触新的学习；第二，随时接受新的讯息；第三，入人群去结交善知识；第四，走出自己象牙塔，扩大自己的视野。这4个都是方便法，也是生活妙法。因为一直努力往前迈进、精进的话呢，旧的记忆就会不断的被翻新、被改写，而新的该记的就会牢牢记住啊。这样旧的跟不必去记的，就会自动遗忘掉了嘛。英文叫做 refresh， 就是重新整理的意思啦。那这种把往事该牢记的就牢记，该遗忘的就遗忘，该储存的储存，该删除的就删除啊，这就是佛法所说的诸法皆空，以及《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等等等，你们后面很长啊的道理嘛。然而这也不是一味的强调一切忘光光哦，不是哦，还是有需要牢记，还是有需要牢记在心、不能遗忘的事情哦。什么事情不能遗忘呢？唯有业随身，这个不能遗忘，而且要随时铭记在心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不是吗？人的前身背负着别人给我们的任务，
特别是各种角色的责任呐，就好像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嘛，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呐，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呐，医师有医师的责任呐，等等。不管什么角色，你经历过后或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就要下台一鞠躬。那接下来呢？即将退休或退休了，后半生就要为自己打算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人，过自己有意义的人生。要这样，就要懂得去松绑那些捆绑我们的枷锁，尤其要淡忘一些事过境迁的过去所以如果对过去一直忘不了了，那要松绑这个枷锁就会很困难的这个枷锁呢，松绑不了呢，就会跟过去紧紧捆绑嘛，挂钩在一起嘛，那这个会造成我们的精神很紧绷了。精神紧绷的话，生活自然无法轻安自在了。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上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